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为大家解说一部浪漫爱情日剧《坠落 JK 与废人教师》，讲述的是一个吊儿郎当的班主任与消极女高中生的禁断之恋。女主名叫善言。故事开头，异域少女来到天台准备寻死，谁知下一秒被一个声音制止。在做什么？本该教课的班主任却跑到天台去听赛马，这让正想跳楼的女孩很迷惑。这个男人名叫辉夜，是善言的物理老师。辉夜询问他为何如此绝望，难道是因为上课放屁被笑话？这让善言哭笑不得。他对辉夜说自己失恋了，原以为双方心意相通，不想自己自作多情，变成别人闲聊时的笑料，羞愧的想找个洞钻进去，想到天天见到风间，尴尬的活都不想活了。辉夜打断了善言的伤心，说自己读书时被甩过5次，这让善言相当吃惊，不由自主的同情起辉夜来了。辉夜翻了个白眼，他夸善言是学霸，成绩超棒，虽然性格有点阴沉，但他觉得他很成熟稳重。再说人家身材那么好，拒绝这种女生简直是浪费。话音刚落，善言已经气得握紧了拳头，他挥起小拳头朝辉夜就是一顿狂揍，为的是消除善言想不开的念头。辉夜跟他说从天台跳下去特别疼，落得太快来不及晕过去，死后的样子还会被传到网上，就像被人发现在看色情杂志似的，简直就是公开的处刑。见他仍旧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，辉夜只好使出杀手锏，他跨过栏杆，开始对善言展开攻势。在你死前，要不要考虑和我谈场恋爱？洛河善言。他心乱了，觉得那人肯定很狡猾，自己不会那么轻易爱上他，于是他又换了个自杀地点。但辉夜不久又赶到，他说从这里跳下会给许多人带来麻烦。紧接着他向善言借钱。老师，不要钱，再叫我老师，听着像我在敲诈学生似的。怎么不像呢？善言感受到了辉夜的脸皮有多厚，但还是好心的迁就他。两人等吃饭的时候，善言又想起风间，对方依旧面带微笑，但现在透着一股冷意。看着善言变得伤感，辉夜递给他一条手帕。现在流鼻涕了吗？用我手帕擦鼻涕。不用不用，找干净的用，用完我会洗净还你。就在辉夜去拿东西的时候，善言无意中看到辉夜的钱包还在，这才懂了他的意图，只想离开那座天桥。正当善言被此事感动，没料到辉夜忽然凑过头来，一口就抢走了善言的鲷鱼烧，这让善言愣住了。从没见过这样的男老师，放学了啥也不做，居然悄悄跟着自己班的女生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善言，另一方面却是因为私心。看到辉夜也淋成落汤鸡，善言觉得很抱歉。当辉夜锐利的目光盯着他时，善言感觉仿佛被看穿了，吓得赶紧抱紧自己。后来得知对方是跟踪而来，他马上拉开了10丈距离，但最后善言还是选择把辉夜带回家，心里还是有些许犹豫。第一次带男生回家，但他毕竟救了我，全身都湿了，索性信任他。进了屋，善言想切苹果招待，谁知辉夜直接咬了。洗手间那会儿，善言已经明白辉夜不适合谈恋爱，所以无论他做什么，自己绝不动摇。一出来，善言就发现辉夜不在了，进卧室才知道他在翻自己的东西。善言有点生气，辉夜解释自己只是作为老师在查物品。善言显然不信，很快从他身上找回了笔袋。辉夜歪批判地解释着，善言从笔袋里掏出一把美工刀，他心里稍感温暖，告诉对方自己就算再悲观，也不会选用割腕这种成功率不高的方式。其实之前善言误会了，原来辉夜是注意到他手上的伤口。正当气氛感人时，善言突然发现桌上的唇膏不见了，随即对其进行了再次搜身。第二天，辉夜的丢失背包被送回来了，但是里头的学生名册全湿透了，因此得把它们一张张拿出来晒晒。善言帮忙在一旁，他发现辉夜真喜欢这个天台，可能是因为他之前也有同样的念头。被看穿后，辉夜没有隐瞒。就在善言告诉辉夜自己以后要好好生活的时候，没想到辉夜突然上去抱住了善言。开始善言有些茫然，但当他听到楼下风间跟女生聊天，他才意识到对方是不想让自己看到俩人亲密的场面。人走后，辉夜问他为何没像以前那样反抗。善言说自己现在不想再理风间了，因为脑子里都是辉夜，
一听这话的辉夜，嘴角不由得微微翘起，帅气不过3秒。随着学生名单被风吹走，辉夜的表情也跟着垮下。男人刚把女孩压下，下秒就被女孩反制在地，口头上说是交防身，实际上连女孩尘土都碰不到。这个没用的男老师竟然赢得了女生的心。虽然被不少学生嘲笑，辉夜完全不放在心上。听说最近下课后有几个女生被跟踪，他们决定一起回家，但没人叫上单言。辉夜察觉到单言的沮丧，于是轻轻地把手搭在他肩上，表示自己可以陪他一起回家。正当此刻，身后突然出现一个少年，指责辉夜这个废物居然对学生动手。他叫一马，是校园里低年级的偶像，长得帅，经常被女生尾随，因此受到男生嫉妒，个性孤僻，还蛮尖酸刻薄的。跟单言一样，他也没朋友。在辉夜一顿踢踹表演后，他们终于成为了朋友。第二天，辉夜带单言去了学校的道场。辉夜想教单言自卫技巧，以防万一遇上什么变态跟踪狂。单言立刻就拒绝了。在单言看来，辉夜是那个最不靠谱的跟踪狂，这让辉夜挺难过的。因为除了周末和开会日，他一周才能跟踪单言4次，这让单言哭笑不得。他原以为一周只有1次，为了缓解这尴尬，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。放学后，辉夜意外遇到一马，得知一马和单言回家的路不一样后，感叹一阵，突然想起单言之前的话，怀疑是不是还有人在跟踪他，马上朝单言家的方向跑去。这时单言身后真的有个男人正跟着他，幸好辉夜及时赶到，他一把抱住单言，这让单言吓了一跳。他让辉夜放手，他担心被人发现，这会给辉夜带来麻烦。但辉夜似乎不在意，他庆幸自己来得及时，否则情况会很糟。刚才那一刻，他碰上了个跟踪狂，还把他制服了。远处响起了喧闹声，真正的跟踪狂在警局里对警察哭诉吵闹，还有个变态没被抓到。趁男的晕厥时，女孩竟悄悄这么对他干了。不久前，辉夜因病休息，单言知道了，晚上便来看他。辉夜口上说怕传染给单言，但还是诚心诚意开门了。见到辉夜抱着猫，单言略感惊讶。听到辉夜为猫起的名字，单言忽然觉得对方可能会用自己的名字喊宠物。第一次踏入陌生男性的房间，单言从好奇转为哑然，全是转瞬间的事。望着乱七八糟的客厅，单言立刻明白为何他一开始不让自己进门。辉夜察觉单言不喜欢，于是马上换个话题，嗲声嗲气地说嗓子痛，连水都喝不了，你能给我嘴对嘴喂水吗？听到辉夜说的胡话，单言立马确信对方脑子有问题，于是把他带回卧室。原本是想让他好好休息的，没想到床上的辉夜又搞怪，开始构想他和单言将来孩子的名字。单言实在受不了，只好离开卧室，回客厅开始收拾满地的衣服。突然听到咔嚓2声，回头一看，辉夜已经站在后面，要求拍几张新婚的生活照。这一下单言都哭笑不得，赶忙把他推回房间。当单言再次走进卧室时，结果发现辉夜竟然躺在地上睡大觉，还抱着一张照片。看到这样的辉夜，单言感到很难过，他想帮忙做点什么。这时他回想起辉夜之前的话，突然他脑海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喝了口水，然后弯腰走到辉夜旁边。当辉夜醒来时，单言已经慌忙离开。第二天两人一起整理仓库，但单言显然提不起劲，心里一直回想着前几日的浇水事件，正打算向辉夜提起那天的事，辉夜却找到一张 DVD， 看着辉夜兴奋的模样，单言突然觉得索然无味。刚要走，辉夜迅速扯住他，说害怕背后的人体模型。单言听了有点哭笑不得。这时候单言发现门开不了了，辉夜急忙说，这不就是男女被困一室的情节吗？说完脸上还带着坏笑。不过一瞬间，单言已经轻巧地滑出地面，留下辉夜一脸震惊。正当单言准备离开，辉夜哀求他不要抛下自己。心软的单言终于决定留下。他试探性地询问辉夜是否真心喜欢他，担心对方只是为了救援而谈恋爱。辉夜抓起单言的手放在自己心口，然后紧紧拥抱他，和心仪的人在一起，心跳肯定飙升。单言检测辉夜的心跳，正感动时，没想到下一秒辉夜竟然要感受单言的心跳，结果自然是被拒绝。单言对辉夜说，他现在不能接受他的告白，但也不想直接拒绝他，
他自认很聪明，辉夜倒觉得这样挺好。椅子上两人指尖的暖意，一切都那么完美。爱上你的瞬间，就知道非得的，欲不可。女高中生哪见过这场面，马上被男老师迷住了。暑假到了，按善言的性格来看，他本来打算在家埋头做作业，却意外得知自己和一马已约好去夏日祭。辉夜大吃一惊，竟然没叫上自己一起去玩。想到两人独处逛到深夜，辉夜立刻表示反对，理由是作为老师绝对不同意，但却被善言无视了。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和朋友约出去玩，心里还挺开心的。看善言不理自己，辉夜在旁边开始吃醋。善言心想，暗暗嘲笑辉夜的孩子气。辉夜突然改变了语气，让他尽情享受。其实就在那一瞬间，辉夜已打算暗中跟踪。夏日祭的那天，善言穿着和服迟到了，这让一马忍不住眼睛一亮。帅哥美女在庙会上闲逛，场景美极了。突然，善言发现了旁边有个鬼祟的男人，他一看就认出那人是辉夜，变装的真糟糕。善言真是没辙了。就这么的，辉夜悄悄地尾随着两人。善言和一马玩得特别高兴。善言提到毕业后还要来这玩，但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辉夜身上，显而易见他的意图。因为辉夜曾经说过，只要他们的关系还是师生，就不应该单独外出。善言利用一马去厕所的机会，偷偷接近辉夜。他转了个圈圈，想展示自己穿浴衣的模样，却被告知早就被看过。原来善言一出门，辉夜就偷偷跟着，这让善言哭笑不得。辉夜察觉到他的失落，便把他拉过来，夸她很美丽。女孩害羞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鼓着勇气说浴衣好不好看不是重点，她只想见辉夜一面。说完便转身想跑，却被辉夜从后面紧紧拥抱。就这样，上面的情景发生了。随着暑假结束，已久未闻动静的校园又变得热闹起来。可辉夜却心情不佳，因为回校的善言总在躲避自己，所以他假装检查作业，找善言过来。不料被告知忘写物理作业了，这让辉夜挺意外。见作业本空空如也，辉夜说没啥大问题，让善言留下补作业，自己则一旁指导。很快作业就完成了。辉夜细细审查了作业本，发现有被擦拭的痕迹。善言好像吓到的小鸟，站在旁边显得很紧张。这一刻他好像看穿了善言的心思，便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到底是哪种问题，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呢？善言试着在泳池里感受溺水，不明真相的辉夜降落。为什么要穿校服游泳呢？这是流行吗？他是来游泳的，辉夜为啥会在这？听说善言在学游泳，他就特地来看看。在辉夜看来，穿着校服跳水，不外乎是青春、自杀或意外。看到善言水里不上来，他脑子一片空白，他急忙跳进水里。善言解释道，当时他在想溺水的事情。辉夜听了摇头无语，这不和我想的一样吗？善言说他只是想知道，在自杀方法中溺水是否最痛，毕竟他会游泳。得知善言懂游泳，辉夜顿时精神了一些，突然有了一种想和对方一起去海边的想法。结果却被善言告知，他打算今年约一马一起去。我肯定不同意，老师居然要阻止同学们好好相处。为了让善言感受青春的无悔，辉夜拉着他准备一起跳水。你怎么不跳呢？不是因为我刚换了衣服了？我不是刚说了别犹豫的吗？只有我一个人跳多傻呀！看见善言笑了，辉夜好开心。两人正在甜蜜时，游泳教练突然来了，听说辉夜要学游泳，特意带来了浮板。善言这才发现辉夜竟然不懂游泳，但是硬气的辉夜却说能一口气游25米，这让善言哭笑不得。想到对方根本不会游，还2次跳水救自己，善言真的很感动。他提议和辉夜一起去海边，但首要条件是要学会游泳。辉夜咧嘴邪笑，意味着只要善言有难，他肯定会下水，哪怕永远不会换气，也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。可帅气只维持了3秒。正当善言感动时，水里挣扎的辉夜让善言忍不住大笑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男人大吃一惊，幸亏那只是排练文化节的节目。解释后，叶询问他们将演什么。善言说是个男女爱情的故事，因为首次做女主，善言略显兴奋，但辉夜显得有些不高兴。他告诫善言，
最好别和搭档搞得太近，因为对方不太靠谱。单言却不信这套，反倒认为茶园挺爽快。看到单言不听劝告，辉夜假装推他一把，实际上是给他戴上了项链。第二天排练时，茶园趁人不注意壁咚了单言，打算把他搞定。结果看到对方居然戴着项链，于是好奇问是否有男朋友。单言一头雾水，回想起辉夜之前的举动，这时他才明白是对方给自己戴的项链。意识到这点后，单言慌忙冲出了教室。晚上回到家里，单言给辉夜打了个电话，询问项链的事。辉夜说那就当作是份礼物吧。单言决定要回送一个礼物。辉夜说只要对方一直戴着，就是最好的回礼。第二天，茶园突然说要退出演出，因为他觉得没法战胜单言，继续练习就没意义了。导演很焦急，这时候辉夜站出来了，说自己可以顶替。最初导演不同意，这角色最适合无志之辈。你真是天作之合。大家都同意这点，于是辉夜顺利获得了男主角。随后话剧大获成功，众人纷纷评价辉夜的懒散渣男风真是天生的演技。时间飞逝，一晃眼就到冬天了。听说单言圣诞节不来了，辉夜一下子就吃醋了，一边耍赖一边索要礼物，真有点孩子气。其实单言早就给他准备好了礼物。圣诞节那天，辉夜孤单地坐在河边，直到雪花飘落，他才站起身走了。一到家门口就遇到了单言，他把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了辉夜。辉夜收到后很高兴，可这围巾实在是太小了。单言解释这是给小猫的。为了减少尴尬，辉夜回家取了些小礼物回送给单言，不料他不小心把一封遗书也放进去了。女孩竟因3天未喝水，男人得知后便强吻她。因为经常做噩梦，失眠的辉夜拨通了单言的电话。听说这情况，单言主动约辉夜见面，但选的地点是墓地，真离谱。辉夜向单言透露，他常梦见自己没救到对方，因此一直睡得不安稳。他担心自己太接近会给单言带来压力。单言安慰他那只是梦，自己就在他身边。这一年发生许多事，都是因为有辉夜，他的人生已经变了。辉夜听后很是安心，他在新年的日出时发誓，自己是真心爱着单言的。直到太阳出来才意识到自己指向错了，一时场面挺尴尬。趁单言分心的时候，辉夜悄悄转了指向，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是别人。那指向日出的地方根本什么也看不到。第二天，单言去了辉夜家，为了让对方睡个好觉，他决定亲自看着辉夜。单言说如果辉夜睡不着，自己也睡不着。气氛突然变得紧张，辉夜为了打破沉默，站起来给单言倒水。单言却说自己之前许过愿，在辉夜能安心睡前，自己从不喝水，这让辉夜既心疼又难受。为了让单言少受点罪，辉夜决心要好好睡一觉。但想到单言已经2天没喝水，辉夜还是挂念着，便起床轻抿了一口水，趁单言讲话时主动吻过去，把水喂给他。看着愣在那儿的单言，辉夜振振有词地说已经等这么长时间了。话音刚落就把对方推倒，又亲了单言一口。果然你挺累的，一合眼就睡着了。这真的只是梦吗？你能睡得好真不错。但桌上的水瓶和被书遮住脸的单言似乎告诉我们，这并非仅是梦境。女孩把男人抱进怀里，因为此刻她终于理解了男人的心思。不久前，在辉夜的点拨下，终于找到了藏在圣诞礼物里的遗书。曾经的辉夜跟单言一样，想过跳楼，最后被老师救了。老师没直接劝阻辉夜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几乎被现在的辉夜模仿了。老师询问辉夜是不是遭到霸凌、孤立或者家暴，辉夜说这里不是家，连自己的爸爸是谁都不知道，妈妈也已过世，寄居在亲戚家，每日忍受他们的闲言碎语。学校里的同学还散布谣言，觉得世上已无自己的立足之地。得知辉夜被孤立，老师却说这没什么，自己也是无父无母，挺不错的。不经意间，辉夜随着对方的话点头。结果老师接着说自己和辉夜不太一样，他有许多好朋友，确实有点伤感。正在此刻，老师突然问辉夜晚饭吃啥，辉夜脱口而出说泡菜火锅。得到回复的老师转身就离开了天台。他说他去备菜了，叫辉夜明天再来。从此以后，老师收留了辉夜，把他当成了家人。
原本单言还挺高兴的，突然剧情一变，家的遗书写得太晦涩了，是什么意思？辉夜问他感觉怎样，单言说遗书既啰嗦又臭长，里头错误和漏洞一堆，还到处乱涂乱画，完全不像是成人的笔记。辉夜听了这番话，感觉像是被重锤击中，看着有些沮丧的他，单言心里难过，便上前紧紧拥抱对方。直到现在，他才真的明白辉夜的过去和心事。他对辉夜表示感谢，找到了一个栖息之地。樱花树下，单言偶然发现草地上的一只鸟，鸟儿问他若心爱的人突然消失，他将如何应对。单言一头雾水，原以为一马说的是辉夜，没想到竟是自述。单言悄悄来到教室门口观察辉夜，那忧伤的眼神让辉夜都慌了。辉夜得知后告诉单言，自己不会离开，他会等到单言毕业。害羞的单言马上捂住自己的耳朵，然后上前捂住辉夜的耳朵。老师，我最喜欢你了。确认辉夜没听到之后，他满意的离开了教室。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幕被一马听到了，虽然辉夜没听见，但他事先录下了音。辉夜决定在单言毕业前绝不听那录音，他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。此刻两人都满怀对未来的希望。很久以前，一个因失恋想轻生的女孩，却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废人老师俘获了芳心。后来他们经历了不少事， JK 交到了很多朋友，因为吊桥效应，他和老师陷入了不被看好的恋情。最后两人结婚了，生了一对女，中了大奖，在港区高楼享受幸福生活。但这只是辉夜幻想的一部分。面对这样无耻的人，单言实在哭笑不得。回想起来，大半都是辉夜编造的。经过1年多相处，两人已经很熟悉。辉夜竟然在单言面前抽起烟来，果然男人的嘴真能骗人。一开始说靠吃糖戒烟，现在居然把责任推给尼古丁。虽然学生们觉得辉夜做事靠不住，不但胆小，还爱管闲事，但单言始终把他视为生命中的重要之人。虽然对方老是逗他，他也不以为意，但有件事让单言挂心。他不明白，为何辉夜对别人称呼很暖，对他却只是简单的用 JK。 不止这样，给他的礼物竟是游戏赠品和遗书。之后他甚至自送一瓶装满卧室空气的瓶子，真是太离谱了。对于质疑单言，辉夜没有多做解释，但他表明自己真心喜欢单言。至于他总叫对方 JK， 那是因为他不想外人知道他们的关系，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每次喊单言 JK， 其实也是在提醒自己，对方还是学生嘛，绝不能做出不当行为。面对像是告白的甜言，单言脸红了，还没反应过来呢，突然发现领带不见了。两人就在教室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。放学后，辉夜想躲开单言，先溜到了鲷鱼烧店，没想到竟然遇见了单言的哥哥。生日那天，吃1块蛋糕觉得开心，吃2块感到幸福，吃3块就吃撑了。长时间未庆生的女孩，这次直接翻了白眼。作为一个孤僻的女高中生，单言每天不只得应付厚颜无耻的辉夜，偶尔还得照看消失不见的哥哥。这一天，辉夜把一马带进男澡堂，进行了一次坦率的对话。他们正聊得火热时，一个男人悄悄接近了。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单言的哥哥。不止偷听了他们的谈话，还威胁说要把对单言不真心的人送下地狱。这话让一马百思不得其解。旁边的辉夜忙着解释，单言的哥哥是典型的妹控，因为妹妹太萌了，连见面都不敢，以至于不敢回家，真是太荒唐了。回家路上，一马问辉夜打算怎么回应单言的表白。看他这么伤心，辉夜让他先离开。JK 对不起。一马听后以为辉夜拒绝了单言。次日见到辉夜把录音机给删言，怕单言受伤，立刻去捂单言的耳朵，真是掩耳盗铃。最后，我不会把你让给比我差的。其他人一听是自己被点名，马上就删了录音，还说辉夜这个满口谎言的家伙，只有光着身子才说真话。单言听后不禁遐想，脑海里闪过了些不可思议的画面。第二天，单言坐在教室，感叹人生那些特别的日子。这时，辉夜突然出现了，一开口就说生日快乐，场面挺温馨的。但紧接着，我生日是昨天。辉夜硬着头皮说自己昨天没睡，所以昨天还没结束呢。听着辉夜这理由，单言哭笑不得。晚上，辉夜带他去庆生地点，这时候一马他们正忙着布置。知道辉夜所做的一切后，单言十分感动。为了不让大家失望，即便吃得很饱，他也没停手中的蛋糕。
看到这样下去会有麻烦。辉夜抢走了单言的蛋糕，单言倔强地说只给一半。于是女生把男老师叫到空荡的杂物间，就在他误以为女生会向他告白时，没想到却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：单言因为一直带着辉夜送的项链，并且与一马关系亲密，结果被同学们误认为他们是情侣。辉夜知道后气得吐血，而单言也被眼前的场面吓了一大跳。但仔细想想，这种误会总比他们的亲密无间被人知道要好。单言这么个不知名的人，谣言顶多1周就消散。单言不甘心，说自己的流言3天就能了结。辉夜听后忍不住点赞。不久，两女生找到了单言，听说一马不是对方男友后，他们开始怀疑辉夜。单言把这事告诉了辉夜，辉夜却说他不介意，他觉得那俩女生可能是因为吃盐多了，无聊到爱八卦。正当他们讨论这事时，那2个女生又出现了。果然不能轻易立 flag， 否则打脸速度惊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单言藏在桌子后，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出，而辉夜却异常冷静。他带他们俩到门外，用张合影轻松糊弄了他们。自那之后，2人在学校里为了避免关系曝光，不得不相互疏远。但回到家就不同了，辉夜借口小猫怕打雷，让单言帮忙照看，其实就是想增加单独相处的时光。单言没被骗，看到对方冲过来，立刻闪开，穿上雨衣准备离开。为了让他留下，辉夜借教课作为理由，让单言留下来做功课。但你们这样真的能学得进吗？太荒谬了。男老师下班回到家，没想到发现女学生已经在等他，辉夜感到莫名其妙。按理说这个时候单言应该在参加同学聚会的，出乎意料他却出现在自己家里。就在不久前，单言的同学还提议一起去唱 K。 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交恐惧者，单言内心其实很抗拒，他害怕唱得不好被人嫌弃。辉夜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他以前也参加过这样的活动，那时候他唱歌的时候有70%人在刷手机。单言听后安慰他说至少还有30%人在听呢。但辉夜却笑着说其实那30%人都去厕所了。听了这话后，单言越发不想去了。辉夜本喜欢单言，偶尔会吃醋，但不想妨碍他交友。辉夜告诉单言别多想，开心玩最重要。单言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但最终还是悄悄回来了。辉夜说不在意单言唱得好不好，只要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很高兴了。面对辉夜的特别表白，单言非常感动，不知不觉竟然说出让对方多限制自己一点的话。辉夜一听马上无力倒下，直说自己受不了。看着这个古怪的男老师，单言心里特别柔软。第二天，单言做作业时不小心睡着了，竟然梦见了高中时候的辉夜。原本挺高兴的他，一听对方说话立刻觉得无聊透顶。梦中的辉夜跟现实中的他个性说话的方式如出一辙。正当单言决定不再理他时，突然发现他开始写日记并夹带遗书，这让单言大吃一惊。就在这时候，辉夜下班去了章鱼烧店，一直到单言也在，急着找到对方。辉夜询问单言为什么不在家等他，单言说自己想单独和辉夜待着，这样对方会变得随便。正巧这话被路过的祥太妻子听见，现场顿时变得尴尬。为了缓和尴尬气氛，单言建议放烟花，结果大家还换了衣服。突然发现对方买了线香，真是太离谱了。从未见过这样的大哥，明明很想见妹妹，却又怕被看到。一听到下课铃，哥哥急忙用纸袋遮头。单言在教室门口愣住了，因为哥哥一直未吭声。单言没法，只好把他带给辉夜，这让对方哑口无言。为了转移单言的注意力，辉夜用了个调虎离山的策略。单言一走，哥哥才摘下头上的纸袋。辉夜不懂为啥他这么怕被单言看见。哥哥解释说，他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所以父母对他更加关心，使单言一直都很孤单，到头来变得社交恐惧，这让他感到愧疚，因此不想让单言见到自己。正在此时，外面忽然传来单言和一马的谈话声，哥哥只好又带上纸袋。一马进门就傻眼了，感慨同类相吸，人以群分。辉夜还没来得及抗议，就看到他们牵了个小男孩。单言解释道，这个叫结成的孩子跟姐姐走丢了，于是就带他过来了，他们打算帮他找姐姐。辉夜又是哭笑不得，自家怎么变成了找人的地方。在等待过程中，哥哥看着单言很是欣慰，没想到好久不见，妹妹变得比从前开朗多了，不只交了朋友，脸上还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男孩的姐姐走了过来，看着他们姐弟俩亲热的样子，哥哥感到很羡慕。
辉夜看到这一幕，便趁机询问单言是否喜欢自己的歌。哥哥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，非常感动。在那一刻听到他的声音，单言立刻认出了他。事后，单言把这事跟辉夜说了，但他们都没有提及彼此的名字。就在那时，哥哥也像单言一样，在品尝鲷鱼烧，还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第二天，在漆黑的校园里，辉夜和单言一起在走廊里漫步。就在这时，辉夜突然回头，希望对方能帮忙完成遗愿。面对夜深的辉夜发疯，单言有些哭笑不得，本打算稍微迁就一下，却见辉夜的列表太荒唐，无奈之下，只得采取唯一的办法。等他换好衣服后，单言突然觉得有点看不下去，但他早就习惯了辉夜的怪异举动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还没等单言吐槽几句，他已经自己睡了。看着这个古怪的男人，单言忍不住宠溺的笑了。男老师邀女生出去，单言原本还挺期待的。这样一个靠不住的男生，只要闭嘴，看起来还能算个帅哥，但一旦开口，简直能让人气炸。得知辉夜要带自己去秘密地点，单言挺兴奋的，但整个路上，对方就没停过步。跟在身后的单言对辉夜的神秘地点很好奇，直到辉夜带他进一个荒凉的森林，单言突然说不出话，感叹不愧是辉夜，外貌虽受欢迎，行为总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他不懂辉夜为何选这里做约会地点。辉夜提醒单言，这正是他小时候迷路的地方，也是他自己遇到自己的地点。原来那次相遇，不只是辉夜救了单言，反倒是他救了我。那天辉夜像平时一样跑到森林里想结束生命，却偶遇迷路的小单言，两个孤单的灵魂在那刻相互找到了安慰。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，辉夜特意带着单言来到这里。但是单言对过去的事已经记得不清了，辉夜却不这样认为。他相信单言心底仍有留念，之前的画作就是明证。或许我曾给我哥画过一幅画，那画描述的是过去的我。面对这样固执的辉夜，单言又是哑口无言。得知今天是辉夜生日，他赶紧跑到花店送了束花。这花确实不同寻常，辉夜却非常喜欢，因为彼岸花代表的意思是你是我心里唯一。这种场合下，哪位男士能克制？正当辉夜想亲吻她时，却被单言及时制止了。毕业后再聊吧，这剧情现在就应该这样走对吧？完全不可以。夕阳中，他们手牵手向前走，还是老样子，只不过女孩已经长大了，两人心态也早已不同了。